上一讲我们讲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，这是一场呢以隋唐时期的中国为模板进行的大规模变革。从广义上来说，大化改新持续了56年的时间。但是呢，你如果看一下大化改新的过程，会发现日本学习中国的力度并不是均匀的，而是在中间呢有一个突然的增加。我们就以日本派往唐朝的使团叫做遣唐使的规模为例啊。开头呢，每次只有1到2艘船，人数120人左右，但后来一下子增加到4艘船，人数超过了500，规模呢是之前的3倍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战场对决——白江口之战，也叫白村江之战。这一场战役啊，不光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日本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日本的一些深层次特点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战役的背景，也就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渊源。日本这个国家很有意思，它虽然是个岛国，但似乎呢对海洋从来没有什么兴趣，也从来没有搞过真正意义上的远航。古代日本的造船业很不发达，对洋流和季风啊也搞不太清楚。相反，它的兴趣点始终是在东亚大陆，特别是一海之隔的朝鲜半岛。要知道啊，在中国东晋时期，日本内部还没统一的时候，就已经派出军队入侵朝鲜半岛。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羡慕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，所以想建立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一整套体系。侵略朝鲜当然是第一步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得提一下，不少人都有一个误解，好像古代日本和朝鲜一样，都是中国的藩属国。这个不对。藩属国不仅要向宗主国朝贡，还要向宗主国呢称臣并接受册封。而在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中，日本和朝鲜、越南甚至泰国这些国家都不一样。他的确有一段时间向中国朝贡，但很少接受中国的册封，一有机会呢就要争取和中国平起平坐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隋朝时期，尽管日本向中国学习的积极性很高，但给隋朝的国书写的是日出处天子，志书日没处天子。你看啊，这不光是把自己和中国呢放在同等水平上，甚至还把自己说成是日出之处，把中国呢说成是日落之处，无形之中还想压中国一头。请你注意啊，这就是日本的心态，学是要向你学的，但不意味着服从于你，相反是为了超过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白江口之战前的态势。当时呢，朝鲜半岛有3个国家，新罗、百济、高句丽。这3个国家先是接受了唐朝的册封，但是呢，后来由于内部政变发生战乱，百济和高句丽结盟对付新罗，唐朝支持新罗，日本呢支持百济。结果就在白江口，也就是今天韩国西岸锦江入海口那个地方，双方展开大战。当时日本军队拥有战船约400艘，兵力约4万多人，加上百济军队呢，一共将近10万，而唐军战船约100艘，兵力1万左右，加上新罗军队总共也只有4万左右，所以日本方面的数量优势啊很明显，也比较自信。但结果却是唐军大胜。对于这场战役的情况，中国旧唐书上的记载只有几句话：4战捷，逢其舟400艘，烟焰涨天，海水皆赤。也就是说啊，经过了4次战斗，唐军取得了胜利，焚烧了日本400艘船只，烟火冲天，连海水都被鲜血染红了。可见呢，当时的战况属于标准的一边倒，日本的海上力量基本全军覆没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说白了，当时的唐军对于日本军队属于降维打击，在指挥、战术、军事装备，包括盔甲、唐刀这些要素上，唐军可以说全面领先日本。另外呢，因为这场战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海战，所以舰船的质量也很关键。我前面说过啊，日本这个国家很有意思，虽然是岛国，但古代日本似乎对海不感兴趣，造船技术也一直不太行。即便到了明朝的时候，日本船只的结构和制造工艺呢依然很落后。
船板的接缝处啊，不像中国那样用铁钉和榫卯技术，而是用铁片。缝隙啊，也不像中国用麻筋桐油来填，而是用一种短水草塞一下，所以容易漏，容易裂。风帆设计也只适合顺风航行。你想啊，明朝的日本船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唐朝时期的日本了。反观唐军的战船，不仅坚固，而且高大，还有专门的火攻装备，所以呢，在海战中完胜日本非常自然。那这样一场惨败对日本产生了什么影响呢？日本的反应啊是非常典型的。首先是采取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本土防卫措施，在海边铸造防御工事，修建烽火台，组建海防部队等等。这实际上是一种短期的应激式的反应。更重要的是一种长期反应，就是日本开始加速向中国学习的步伐。可以说啊，日本上层呢，原来就对唐朝的文明很羡慕，但在白江口之战之前，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和唐朝的差距啊这么大。当然，惨败以后呢，日本清醒的也很迅速。白江口之战的第2年，日本天皇就出台一系列措施，推动从大化改新开始的国家体制变革进入到一个明显加速的时期。与此同时呢，日本开始全力以赴向唐朝学习。就像我们一开头说的啊，把遣唐使的规模一下子扩大到了原来的3倍。当时日本学习唐朝那种竭尽全力的程度啊，我们从遣唐使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来。要知道，唐朝时期日本到中国的海路呢，属于高风险旅程。日本的遣唐使绝大多数都在途中遭受过重重波折，很多船只呢，甚至直接毁于风浪。据日本学者统计，历史上派出的遣唐使船只大约48艘，其中呢，至少有1/4在途中沉没。而人员的损失就更大了，海难加上疾病，使得日本遣唐使的死亡率高达50%左右。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啊，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的是日本在外交、科技、工艺、学术、宗教等各领域最顶尖的人才，完全属于社会精英。所以这种损失对当时人才原本就稀缺的日本来说呢，尤其惨重。但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日本方面仍然坚持派出遣唐使，这个也反映出他学习唐朝的决心和力度。那除了加大向中国学习的力度之外，白江口之战对日本的另一个影响是，它促使日本拓宽了向中国学习的全面程度。白江口之战以后呢，日本对唐朝的学习啊，几乎到了全方位的地步。不仅把官僚制度、税收体系、土地制度、律法这些国家运行的关键制度呢，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日本，而且像礼、乐、书法等精神文化领域的东西呢，也大量吸收。所以当时的日本啊，可谓唐风极盛。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首都的设计。8世纪初，日本建立新的首都，叫做平城京，地点就在今天日本的奈良市。你要看一下这个平城京的地图，就会发现它几乎完全是仿照唐朝长安的模式呢修建起来的。整个城市被东西向和南北向的街道划分得非常整齐，形成一格一格的方块，像棋盘一样。皇宫也是和长安一样，修建于城市中轴线的北端。皇宫南边是主干道，而且这条主干道的名字直接抄了长安城，也叫朱雀大街。唯一不太一样的可能就是首都的面积，整个平城京面积上呢更小一些，相当于长安的1/4。所以你看啊，当时日本学习唐朝的力度确实到达了某种极致。那讲到这里呢，白江口之战对日本的影响基本上也讲完了。从这段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出，日本有2个很有意思的特点。第一个特点你可能已经想到了，那就是强者崇拜。你看啊，他被唐朝打败以后，没有任何不服气，一旦看清自己和唐朝的差距呢，就开始拼命学习唐朝，模仿唐朝。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强者崇拜，比他强他就认，而且呢，全力以赴的学。第2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转向迅速。你看，日本从与唐朝强硬对抗到向唐朝全面学习，这个大弯转得非常之快。白江口之战的第2年，
日本就和唐朝全面修好，第3年就重新向唐朝派出遣唐使，而且和唐朝的交流范围迅速扩大。应该说，这种转向速度之快，大部分国家很难做到。这2个特点啊，我们需要关注一下。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、发展之道可能都在其中。在近代日本和现代日本的历史中啊，我们还会反复的看到这2个特点。好，这一讲的内容呢就到这里，我给你做个总结。这一讲我们说到了中日历史上第1场战役白江口之战。古代日本就不断介入朝鲜半岛，在白江口一战中被唐军打得大败。这一场战役大大增加了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力度和广度。从中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这个国家明显的强者崇拜和转向迅速的特点。